嗨，您好，我是凯西。今天您过得好吗？上一期我们参观了坎特伯雷博物馆，也领略了基督城的另一面。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行程。今天的天气啊，真是太好了，空气呢也超级好。我带大家参观一下。这对面啊就是海了。我们住的这个房子还是挺有特点的。现在在新西兰呢，对应的应该是北半球的10月份了。院子里的花开得还是非常的艳丽。吃好早饭，办完退房手续，准备一下，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阿卡罗阿。阿卡罗阿呢是毛利语长的港口的意思，它是新西兰最具法国风情的小镇，它的常住人口啊只有500多人，那在游客最多的时候呢，可以飙升到15000人。阿卡罗阿在基督城以东80多公里的位置，它位于坎特伯雷大区的邦克斯半岛上。这个像一个围合起来的圆圈呢，就是邦克斯半岛了。它这里啊有南岛最有趣的火山景象。你可以看到啊，邦克斯半岛啊，它这一圈全都是贝，都是海湾，相当神奇啊。这底下也有一个 Long Bay、Island Bay。这是从 Google 的地图上来看呢，那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它最初啊是由2个火山锥形成的岛屿，半岛上呢有2个主要的火山口，形成了一个是 Littleton 这个小镇呢，我们在第1期的时候，也就上期的时候我们路过过，和阿卡罗港。邦克斯半岛呢是以植物学家 Joseph Banks 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当年呢是和库克船长一起乘坐过奋进号的。那阿卡罗阿小镇呢是新西兰唯一的一个法国定居点。那新西兰最初是英国的殖民地，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法国风情的城市呢？这还要从阿卡罗阿的历史说起了。那阿卡罗阿的历史呢，又不得不和新西兰的历史扯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啊，毛利人是大约在1000年前划着独木舟来到新西兰的第一批人。荷兰人 Abel Tasman 呢是第一个看到新西兰的欧洲人，但最后呢是英国人把新西兰划为了英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在1840年的时候，英国呢王室和毛利人签下了怀唐伊条约。那重点来了，在怀唐伊签订的2年前呢，也就是1838年，这个时候呢，捕鲸业是达到了顶峰。法国捕鲸船船长让·朗格鲁瓦呢，他认为阿卡罗阿呢是一个很理想的捕鲸船的服务点，他就和当地的毛利人呢进行了一笔土地交易，获得了这个半岛。后来他因为计划组建贸易公司呢而回到了法国。1840年呢，他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呢，安排了一批法国和德国的家庭乘船到新西兰，打算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然而呢，当让·朗格鲁瓦带着他的殖民者在1840年8月抵达邦克斯半岛的时候呢，怀唐伊条约呢已经签署了。新西兰的第1任总督 Hobson 呢宣布对整个新西兰拥有主权，法国人的殖民梦呢就这样碎了。那这些千里迢迢来到了阿卡罗阿的法国人呢，虽然有一部分回到了法国，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决定留下来，至今呢还有他们的后代居住在这里。所以在阿卡罗阿，你可以看到很多路牌和商店的招牌呢都是法语的名称。法式的经典色红白蓝呢也是随处可见。法式的装扮呢也是非常流行。探索阿卡罗阿最好的方式呢是步行，你可以边看景边和当地人聊聊，听他们讲述阿卡罗阿的故事。 Is it any special event today? Oh no, just mate. It's a job. Job, your job. Go out. I feel like meet some people. I'll get paid. So where are you working? Every day? Yeah, most every day. Every day. If there's people there. You from French? Well, Maybe your grandfather? yeah, yeah. He came 1840. 我们把在阿卡罗阿博物馆里看到的老照片和现在的场景对比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阿卡罗阿不仅有壮丽的港口，最有趣的是这里的建筑。在美丽街 Huisoli 这个历史悠久的小村舍也很有情调，
如果喜欢，你也可以在这条老街的法式花园客栈小住，或者只是来喝杯咖啡。这边几乎都是客满啊！我这次来南岛啊，真的是彻底爱上新西兰的秋天了。以前啊，真的没有太注意身边的风景啊。秋天的新西兰几乎是结合了春秋的所有美景。其实你发现没有，最美的风景啊，其实就在你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发现而已。Ville Française 法式别墅。来阿卡罗阿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灯塔，它是在1880年建成的。最早这个灯塔是在阿卡罗阿角，在1980年10月的时候移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6面的木质灯塔，这个灯塔本身看起来并不壮观，但是它有种古朴美，加上它的颜色是标志的法式红白蓝3色。即使抛开周围的景色呢，新西兰有很多的灯塔，但是这个呢，应该是我在新西兰看到最美的灯塔。遗憾的是，灯塔只在周日10点到下午2点开放，所以如果你们考虑灯塔的话呢，一定要查询时间。今天的风太大了，我都快被吹跑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卡罗阿的美丽全景，这是 J.L. Buckland 在1931年，也就是90年前所拍摄的阿卡罗阿港的老照片，名为《赛艇日》。真的是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啊。我们现在将要离开阿卡罗阿，去往下一站奥马入了。那在奥马入又会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呢？欢迎您加入我的2021南岛之旅第3期复古蒸汽朋克之旅。那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凯西，希望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见喽。